上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了什么叫椭圆，推导了椭圆的方程。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学习椭圆的几何性质。那么椭圆的几何性质，因为我们研究了两个椭圆，一个是焦点在 x 轴的卧式的椭圆，一个是焦点在 y 轴的立式的椭圆。我在研究几何性质的时候呢，我都以焦点在 x 轴的椭圆为例去研究。这就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这是左焦点 F1，这是右焦点 F2啊。那么椭圆是段封闭的曲线，它跟 x 轴、y 轴都相交。我说的相交是这样的，相交它就会有焦点，和说 F1、F2 的那个焦点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焦点叫 A1， 它叫 A2， 这个叫 B1， 这个叫 B2。好，我们把 A1、A2 叫做什么呢？叫做长轴，它就像一个压扁了的圆儿，把它叫做长轴。B1、B2 我们把它叫做短轴， A1、A2 叫做长轴。B1、B2 我们把它叫做短轴。那长轴的长呢？它有多长 ？A1、A2。短轴的长呢 ？B1、B2 等于多少？好，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它的标准方程是 x 方比 a 方加上 y 方比 b 方是等于1的。x 轴上的点 y 是0。A1 和 A2 的纵坐标都等于0，那么我就令 y 等于0折，求出相应的横坐标 x。0除以它没有了 ，x 方比 a 方等于1，x 方就等于 a 方 ，x 就等于正负 a。显然，这个点的坐标是负 a 逗0，因为字母 a 和字母 b 以及字母 c 本身都是正的。这个点的坐标就是 A， 它是 A 逗0。点 A1、点 A2、点 B1、点 B2， 我们把这4个顶点 A1、A2、B1、B2 就叫做顶点。长轴的长 A 个单位 A 个单位，显然是2A。那么 y 轴上的点横坐标是0，我要求出相应的纵坐标，因此我令 x 等于0折，这项没有了。y 方除以 b 方等于1，y 方等于 b 方 ，y 等于正负 b， 所以点 B1 的坐标是0逗 b， 点 B2 的坐标是0逗负 b。B 个单位 ，B 个单位，短轴是 B1、B2， 它的长是2B 个单位。好，那 B 等于啥呢 ？B 就是短半轴的长啊，或者说半短轴的长。A 是什么呀？这是半短轴的长。A 呢？它是整个长轴的一半。它是半长轴的长，这是 A。好了，那么我经过点 B1 做 x 轴的平行线，经过点 B2 做 x 轴的平行线，也可以说做椭圆的切线。经过点 A1， 你愿意说它做 x 轴的垂线，或者说做 y 轴的平行线，或者说做椭圆的切线都可以。我们发现椭圆呢，它是在这个矩形当中，所以我在椭圆上任意的找一点，比如说找点 M， 坐标是 x 逗 y， 所以大家会发现它的横坐标 x 最小不过是负 a， 当点 M 落在 A1 处的时候，当点 M 落在 A2 处的时候，它的横坐标最大不过就是 a。也就是椭圆上的点横坐标最大就是 a， 最小就是负 a， 横坐标落在它们俩之间。那么纵坐标呢？
当点 M 落在 B1 处的时候，它的纵坐标就是 B； 当点 M 落在 B2 处的时候，它的纵坐标是负 B。否则的话，它就落在负 B 和 B 之间。所以纵坐标的范围是大于等于负 B 小于等于 B。这个就是它的范围。我们看这个表格，这是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横坐标的范围，纵坐标的范围。接下来呢，我们再看那我这个椭圆它是轴对称图形，同时也是中心对称图形。沿着 Y 轴一对折，左右两边是重合的；沿着 X 轴一对折，上下两部分是重合的。所以 X 轴、Y 轴，也就是坐标轴，都是它的对称轴。那么同样，它即使绕着坐标原点转180度，还能回到原来的位置。说明它也是中心对称图形，而且对称中心就是坐标原点。我们把椭圆的对称中心就叫做椭圆的中心这个大家要知道。好，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这个图顶点的坐标我们都说了长轴和短轴我也给大家说了。那么这个焦点的坐标我们也都知道焦点的坐标是负西斗0，西斗0。好，最后一件事儿，我要给大家讲一讲离心率。什么叫离心率呢？教材上的定义就是焦距和长轴的比值就叫离心率。离心率通常用 E 来表示，它就是焦距是2西比上长轴，长轴的长是2a， 它们俩的比值就叫做离心率。那离心率到底是表示什么的呢？离心率它是表示椭圆的圆扁程度的。有的椭圆呢，它就扁一点儿，是这样的；有的椭圆呢，它就稍微圆一点儿。它是表示椭圆的圆扁程度的，这个你不用硬背了解了就可以。那么这个离心率它怎么表示椭圆的圆扁程度？你看西和 A 的比值，我刚才画的这个图，那肯定是两个焦点之间的距离比较长，绳子就放下来一点儿，所以呢，我画出来的椭圆就扁扁的。西比较大 ，A 呢比较小，所以它的值大一点的时候，分子大，分母小，它的值大一点的时候，椭圆就扁。那你看这个呢，肯定是这是焦点 F1， 这是焦点 F2， 绳子放下来的比较长西和 A 比较接近，所以你画的椭圆它就稍稍圆一点。那么也就是西稍微小一点 ，A 稍微大一点，整个 E 的值小一点的时候，它画出来的椭圆就圆一点。当然这个我们不要背，我们呢需要的时候你画个图看一看就知道了。好，我接着对它进行变形，它就变成了根号下西方比 A 方。在椭圆当中一共有3个字母 A、B、C， 谁老大呢？ A 老大。西方是等于 A 方减 B 方的，所以它可以等于分离常数1减去 A 方分之 B 方。所以离心率它不只是西比 A， 它还等于根号下1减去 A 方分之 B 方。椭圆的离心率它自带范围，由于西和 A 都是正数，显然呢离心率它就是大于0的。分母在椭圆当中 A 老大，分母大，分子小，是个真分数，所以椭圆的离心率一定是落在0、1之间的。那么几何性质我给大家讲了这么多顶点、长轴、短轴、焦点的坐标。
然后离心率，然后是坐标的取值范围。这回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那个表格，我把这些擦掉，大家就能看得清楚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啊，方程、图形、范围、对称轴、离心率。接下来呢，这就是椭圆的几何性质啊。接下来呢，我们做一道题，椭圆以及椭圆的几何性质，我们就都讲完了。我们开始做题。经过点 M 和点 N 这样两个点的椭圆的标准方程，这样的两个点，一个呢横坐标是正的，纵坐标是负的；一个呢横坐标也是负的，纵坐标也是负的啊。我大致画一下。那么经过这样的两个点的椭圆，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可能，它是交点在 X 轴的椭圆经过的，也有可能是交点在 Y 轴上的椭圆经过的。那我在做题的时候，我是不是要设两个椭圆的方程啊？交点在 X 轴的椭圆，它的标准方程是 x 方比 a 方加上 y 方比 b 方等于1。然后呢，既然你们在椭圆上了，椭圆经过它们俩了嘛，把它们的这个坐标带进来 ，x 取2，2的平方是4，除以 a 方加上 y 是2/根号2，它的平方4/2，1/2，然后除以 b 方等于1，然后再列一个。同学们想一下，你说这个方程是不是比较难解？分母是带平方的，这样呢，我在去分母的时候，两边同时乘以 a 方 b 方，我就会出现4次啊，右边就变成 a 方乘以 b 方，最高次数都变成4次了，所以特别不好解。所以呢，我们要继续探究一下椭圆方程的表达。好，交点在 X 轴上的时候，椭圆的方程我们第一节课学的，它是 x 方比 a 方加上 y 方比 b 方是等于1的。我把它变形，变成 a 方分之1倍的 x 方加上 b 方分之1倍的 y 方等于1。交点在 y 轴的椭圆呢，它是 x 方比 b 方加上 y 方比 a 方，它们俩交换位置了，我依然把它写在后边儿，然后等于1。那么它就可以表达成 b 方分之1倍的 x 方加上 a 方分之1倍的 y 方等于1。我变成这个样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宏观离远看一下，有没有发现它不过就是某某倍的 x 方加上某某倍的 y 方而已啊，无论交点在 x 轴在 y 轴，本质上就是多少倍的 x 方加上多少倍的 y 方，只是你们系数不一样 ，a 方老大 ，a 方分之1就小，它比它系数小一点，交点在 x 轴，它比它系数大一点，交点就在 y 轴。当然这个不用背的那么细，总之它们俩方程的形式是一样的，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又冒出来了，也就是无论交点在哪个轴，无论交点在哪个轴，椭圆的方程可以统一设为ax 方加上 by 方等于1的形。这
这就完了吗？当然没有啊，因为我这个 a 也好 b 也好，它不是代表 a 方分之一，就是代表 b 方分之一，显然都是个正数。a 是大于0的 ，b 是大于0的，这就完了吗？也没有，必须要求 a 和 b 是不相等的。同学们想一下，为啥不相等啊？因为如果它俩相等，我们可以实践一下啊，2x 方，这个加上1/2x 方加上1/2y 方等于1。a 和 b 是相等的 ，x 方加 y 方就等于2了，它就不是椭圆，而是圆了。所以呢，还得要求 a 不等于 b。那么这道题我说到这儿啊，我们把这个知识点记下去，再回过头来解决这道题就相当的容易了。我就设椭圆，我不知道是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经过的，还是焦点在 y 轴上的椭圆的经过的这两个点，所以我统一把椭圆就设成设椭圆的方程为 ax 方加上 by 方等于1的样子。两对坐标往里带 ，a 倍的 x 是2的平方4a 加上1/2，2/1，2/1b 是等于1的，根号2的平方是2，2a 加上4/3，4/3b 它是等于1的。然后化简这个方程变成8a 加 b 等于2，变成8a 加 3b 等于4啊，去分母。这是方程1，这是方程2。方程2减去方程1，8a 没了，3b 减 b，2b 等于2，所以 b 就等于1。把 b 等于1带到这里来，移过去1/2。把4除过去 ，a 等于1/8，所以这个方程就是1/8x 方加上 y 方等于1啊，这个方程就是1/8x 方加上 y 方等于1。所以，当我们采用了正确的方法去做题，一下子就使问题变得简单了。好，这个知识点我们要记住。接下来呢，随便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给大家两个椭圆的方程 ，x 方比2加上 y 方比3等于1。同学们快速的帮我判断一下，这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呢，还是焦点在 y 轴的椭圆呢？显然看起来有点像这个，那加法是符合交换律的呀，所以并不是谁在前焦点就在哪个轴，而是要看 x 方和 y 方谁下边的数大，谁下边的数大，焦点就在哪一个轴上 ，y 方下边的数大，焦点就在 y 轴。如果是 x 方比3加上 y 方比2等于1，那么 x 方下面的数大，焦点就在 x 轴，而且大的这个数就是 a 方，另一个呢就是 b 方。这就是我们要以分母的大小看焦点是在哪个轴啊？他给了我一个方程，因为它也符合交换律。即便你写成 y 方比3加 x 方比2等于1，我也不能说它焦点在 x 轴。谁下边的数大，焦点就在哪一个轴。好，接下来我们再做两道小题，把椭圆的概念消化消化。
种题型呢，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条件，让我们判断它是不是椭圆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m 大于1小于7是这个方程表示的曲线为椭圆的什么条件？首先呢，我先考虑我观察它的分母。当7减 m 如果等于 m 减1，也就是 2m 等于8，m 等于4的时候，它的分母是3，它的分母也是3。把3乘过去，这个方程就变成了 x 方加 y 方等于3。同学们，它表示什么？表示圆儿。圆心在坐标原点，半径等于根号3的圆儿。那么第二条这是我把特殊的情况考虑了，它们肯定不能是负的。若方程它表示的是椭圆儿，那你需要做到什么呀？你需要做到7减 m， 你要么就是 a 方，要么就是 b 方，反正你得大于0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表示椭圆焦点在哪儿，不确定。m 减1，你不是 a 方就是 b 方，那也得大于0吧。而且7减 m 是不是还不等于 m 减1呀？由这个式子我们就得到 m 是小于7的，由这个式子我们得到 m 是大于1的。这个呢，我们刚才就已经说了，这是 m， 刚才它是等于4，现在是不等于4。这是1，这是7这是4。小于7大于1还不等于4。如果你要是椭圆，你就必须得做到 m 大于1小于7，且 m 不等于4。我用集合来表示它。它用集合来表示它。m 大于7大于1小于7，显然在它外面。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过在针指集大圈小圈在里边的这个小圆圈这个集合，满足它就一定能够满足外边的这个大集合，也就是里边的是集合 A， 外边的是集合 B， 那么 A 完全能够推出 B。 我是中国人我是这个广州人，我就一定是中国人。我是广州人在里，我是中国人在外， A 是 B 的充分条件。现在呢，人家是问外边的，外边你只做到了大于1小于7，你没有做到不等于4。所以外边的这个条件是它的什么条件我是中国人是能够保证我是广州人的必备的条件。所以呢它是它的必要不充分，不能推出它一定是椭圆，但是呢它是必要不充分条件我们简单的记就是它是它的针子集 A 是 B 的充分条件，那么圈外的就是它的必要条件。好了，这是这道题，我们再做一个。所以我们系统的学这些知识都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反复强调的。因为每一次上课比如说遇到充要条件，我都要把充要条件重新再讲一遍，那就有点偏离正题了就会浪费好多时间，所以大家学习要系统的学。我们看下一个题
下一个题，这个方程表示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身份明确，它就是表示椭圆的。我把它变成 x 比2加上 y 方比上 k 分之2等于1。既然焦点在 x 轴上，那就说明 x 方下边的数大，它就是 a 方。所以 a 方就等于2，另一个值呢显然是 b 方，b 方等于 k 分之2。那么如果它表示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显然2就得大于 k 分之2，它们俩都得是正数。满足这样的条件，你就一定是椭圆。好了，那我把这个不等式解一下。首先 k 分之2大于0，显然 k 是大于0的了吧？不止 k 大于0，k 分之2小于2，那么 k 分之1就小于1。解这个不等式，我需要我正常的我知道 k 大于0了，我可以把它乘过去，但是我还是要按照因为待会儿要跟它取交集，我正常解分式不等式养成习惯 ，k 分之1减1小于0，通分 k 分之1减 k 是小于0的，然后是 k， 交换位置变 k 减1，它就大于0，它等价于 k 倍的 k 减1大于0。所以这是约二次不等式，一个根是0，一个根是1，大于取两边，然后再和 k 大于0取交集。两个不等式我要双乘的这部分，说明两个不等式都满足了，于是我就得到 k 是大于1的。那么我如果是表示焦点在x 轴上的椭圆，我就必须得做到 k 大于1。那谁是我的充分条件呢？谁就是我的增值积。所以我一观察 k 大于1小于2是 k 大于1的增值积，有你就一定能够说明我，所以你就是我的充分条件，我就是表达了焦点在 x 轴的椭圆。好，这节课呢，我又给大家讲了一个小这个设方程的小技巧。无论焦点在 x 轴还是焦点在 y 轴，方程可以统一设为 ax 方加 by 方等于1的样子。一定要知道 a 大于0 b 大于0，而且 a 不等于 b。那么焦点在哪一个轴？焦点在 x 方和 y 方谁的下边，焦点就在哪个轴。x 方和 y 方下边的数谁大，焦点就在谁的轴上。然后呢如果它要表示椭圆我们又学了2个条件，又做了2个这样的题。有关椭圆的定义，我们以及几何性质的基本知识，我们就讲这么多。下节课开始给大家讲其他的知识点。